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 SolidWorks 太阳滑丝篇。那我们从画面上看到这样的一个垫圈呢，好像一个太阳的形状，所以它就是一个太阳滑丝。那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 AW 滑丝。那这里呢，它是跟 AN 螺帽呢是做搭配的，主要是运用在我们在固定轴承的时候呢。这个太阳滑丝主要是防松用的，它会跟 AN 螺帽呢做一个结合，所以它是防止 AN 螺帽可以松脱的。那今天教导各位呢是运用参数式的绘图，所以呢我们只要建立一次之后，未来透过更改参数呢，软体就会自动帮我们做出来，所以我们只需要画第一次，未来就不用再去画它了。那这是很方便的一个方式。那这里要怎么做呢？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那首先我们在绘制太阳滑丝之前呢，我们需要先把数学关系式给它建立出来。那这里呢，你如果对于数学关系式不是那么熟悉的人呢，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那边都有参考连结呢，可以做个参考。那这里呢，我们可以按下暂停来放大，或者是到影片底下说明，我都会放上这些数学式的做参考。那这里呢，一开始我们要做的是整体变数。那整体变数的地方呢，我会建议各位在备注的地方输入中文的叙述。因为我们可能在查表的时候，它的代号不一定是跟画面上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备注来了解一下，我们现在输入的代号所代表的是哪里的尺寸。那这里我们最主要只要输入整体变数的地方就可以了。那这里的话呢，它整体变数每一个值呢，都是它有一个特定的数值，所以我们这些尺寸不是随便输入的。我们可以上网去搜寻 AW 规格，AW 的滑丝的规格，那里面呢都有一些参考的。那这里呢，我画面上示意的是 AW04 的一个尺寸。那等一下我们输入完之后，会来教导各位怎么去把它绘制跟连结参数，以及说后续呢会运用修改的方式呢，建立新的一个 AW 的滑丝。那这里呢就让大家先尝试到这边咯。首先特征的第一步呢，我们要先做出旋转。那这里旋转呢是做出这样的一个形状出来，给各位看一下。那这边呢，先选择前基准面，进入草图之后呢，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图。我们画出了一半，那这里呢，先看到画面上，我们先画出这样的一个形状出来，然后我们要个别去建立跟输入它的参数。那这边呢，角度是25度，那这边所代表的个别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外边这边呢是36，那36的地方呢是 D5 就是尺的一个外径。那这边我们在标注尺寸的时候呢，点选中心线再拉过来，它就会标注了一个直径的一个形式。再来是26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26呢是尺内径的地方是 D4，就是这个地方，我们标注内边的地方，尺内径的地方。再来是一个厚度。那厚度这里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是 B7，B7 就是我们这个太阳滑丝的厚度。然后我们都标注完之后呢，运用旋转填料，绘制出这样的形状出来。那记得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一定要是完全定义是黑色的。因为我们未来要更改这些参数，如果不是完全定义的话呢，有可能会产生错误，所以记得要做更改。那这边呢，先让大家先尝试到这边。好像画面上示意的，先画出这样的形状，等一下再来做其他的特征哦。接下来要做的呢是内孔的建立，那就是使用简单的伸长除料就可以把它完成了。那这里呢，我们就点选里面这个面，然后进入草图。那这边呢，我进入编辑特征给各位看一下。像画面上看到的，我们先画出一个圆，然后呢画出了3条线。再来，我们用修剪图源呢，把这个多余的线段把它修剪掉，然后要标注尺寸。首先，我们先标注这个圆的外径，那这边是多少呢？给各位看一下，这边都已经连结参数了。这地方是20的地方呢，就是孔的内径就是这个 D3 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太阳滑丝内孔要跟轴承做装配的一个尺寸的地方。再来，我们标注的呢是这个地方。这里呢是这个地方折弯处凸起的地方跟圆最底下的这个地方，这里呢是 18.5， 那这里呢所代表的是 M 的意思呢就是内尺高。内尺高这里我们在标注的时候呢，你把它点一下，我们会在标注尺寸的时候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导线，我们把导线这边呢选取起来，然后这里我们就可以选择最小或最大或圆心，这样来变化，我们就可以标注这个尺寸出来。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标注的这个折弯处的一个宽度。好，那这里是多少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 F1， 好，我们就是这个内齿宽。好，内齿宽，好，我们都标注完之后呢，记得一样要是完全定义，然后用简单的伸长填料呢，你把它除掉到下一面，或者是完全贯穿，都可以。好，这样子像画面上这样把它做出来。好，那各位都先做到这里，跟尝试一下咯。接下来呢，我们要做外齿的除料以及环状复制。那这里呢，我们先做出一个齿的除料。好，那这边呢是这个单元最困难的地方。它的困难点不在于说我们要怎么把它画出来，而是呢我们要怎么去限制尺寸。好，所以这边呢需要透过一点规则，还有一个逻辑的转换。好，那你可能就是有时候你可能自己要画的时候可能会卡在这个步骤。好，那这边简单的跟各位讲一下它的原理。首先呢，我们先画出2条的中心线。那这里呢，我把它拉长一点，各位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好，像画面上我们看到的，我们先来讲解原理。这样子我们未来呢，如果你有想要做一个转换的话，可能要延伸别的运用，这样会比较清楚的。首先，其中一条呢做垂直放置，另一条呢先从中心拉出来，先不给它尺寸。首先我们要做的是限制这个地方的尺寸。那我们来想一下，这里呢，我们在这个单元，我们所示范的是 AW04。那 AW04 呢，我们去查表，它这里它的尺呢，它这边标注的最小是11。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数学式。我们在标注这个角度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它数学式。那给它的数学式是什么呢？这边就是360度除以括号 n。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到画面上这里，我们标注360度除以双引号的括号 n。好，那你不用括号也没有关系，其实这边可以不用括号的。那这边算出来之后呢，它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圈是360度，然后它把我们的尺数除以我们的尺数，就等于说我们每尺呢它是几度。好，所以它这样把它算出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标注其他的尺寸。好，那这里我们标注的就是这一尺与第二尺它的角度。那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做出其他的一个尺寸。那这里呢，我们就先把上面这个圆跟下面这个圆呢做一个参考图圆。那参考图圆之后呢，我们再画出了2条线。第一条呢垂直放置，然后标注中心，再拉过来。这边是什么尺寸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外齿宽，外齿宽是等于 F， 就把它连接参数。再来第二个呢，这条线与这条中心线做水平的放置。2条线是水平的，水平完之后一样给它标注个等于 F。那这样子我们就限制完，剩下的我们把多余的线段给它除掉。那这里呢，我们就完成1尺之后呢，就用简单的生长除料，就可以把它完成了。像这样子。那这里呢，你要选择的基准面，你可以从这个面画，也可以从这个面画，都可以。那你可以做两边的完全贯穿，就可以做出这样的形状。再来呢，我们要做环状复制排列，就很轻松。我们选择这个除料，然后做环状复制。那在这边环状复制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一样要设定数学式，这里要给它等于双引号的 n， 那 n 就会连接了我们的尺数。连接完之后呢，它就会做出这样的形状。那我们就会发现太阳滑式就快完成了。那各位呢，就先做到这边咯。接下来呢，是太阳滑式里面折弯的建立。那首先呢，我们就用伸长填料画出这样的形状。我们选择刚刚所绘制出来这个面，然后进入草图，这边给各位看一下。或者呢，你要从它的这边前基准面去画也可以。那这边我示范的是用前基准面。当然用这个面画也 OK 的。我们进来之后呢，这边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你可以转一个角度，画出一个矩形，然后让这个点呢与这条线做重合或是贯穿。那贯穿完之后呢，第一个我们要设定的是这个宽度。那刚宽度这边呢都有示范，这里的厚度是等于 B7， 我们把它等于 B7 之后呢，就会连接这个参数。再来是这个 3.5 的地方 ,3.5 的地方呢是内齿的长度。那记得我们在画的时候这个点要在这个面上，如果你到这个面上的时候呢，那尺寸就会不一样，你就要再把它减掉它的这个厚度。
所以那我们简单一点呢，我们就标注这里，从这里拉过来，然后给它等于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给它等于 B2，B2 就是内磁场，然后都做完之后呢，一样是要完全定义，做一个简单的伸长。那如果呢，你是从前基准面画的，就两边做对称的伸长。那如果从这个面呢，你就伸长到某一面，伸长到这里，或是给它一个尺寸。那这边呢是比较不建议给尺寸，因为这样子我们未来再更改参数它会不见。所以会比较建议说，你可能是从这个面，然后伸长至这个面，或者是这里，我把它打开给各位看一下，我的两边对称是怎么去设定的呢？那意思呢，跟刚刚我所讲的是一样。我从两边对称的时候呢，我就是选择形成是某一面，这个面与这个面。那如果呢，你从这一个基准面开始画，你只要选一次就可以了。那这个方法都可以，就看各位。最后呢，我们再做一个圆角。那这里的圆角呢，是简单的。我们画完之后呢，一样我们要连接数值。那这里呢，等于 R2 的意思呢，就是内磁的圆角。那我们都完成之后呢，基本上我们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太阳滑丝的数学式的一个范本。那你就可以把它储存起来，未来就可以运用这个来做其他的一个规格。好，那等一下就要来示范一下我们要更改规格，它会不会成功呢？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咯。接下来呢，我们要示范的是更改参数。那这边画面上示意的是 AW04 这个尺寸。好，那这里呢，我们就直接把这个数学式把它打开来。那这里呢，我就示范大一点的。那这里假设我示范 AW10 的这个规格。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去查表，10的规格 D3 呢是50，那我们就是依序的呢去把这些尺寸给它输入进来。那我就大概的示范一下给各位看。那 D4 呢是61， D5 呢是74， F1 是6， M 是 47.5。F 是6， B7 是 1.25， N 呢，它的最小是13，所以它等一下会从11尺变13尺，而且它的尺寸也会变大。B2 呢是 3.75， R2 呢是1。好，我们都设定完之后呢，我们按下确定，看一下它会发生什么事呢？好，我们看到画面上，它整个尺型都变大了。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很轻松的就可以把它这个尺寸给它建立出来。好像是如果你很常使用这个东西的话呢，那这个方式是很方便的，你不用每一次都要重新把它绘制。好，那这里呢就让大家去尝试跟感觉一下咯。最后呢，来总结一下 SolidWorks 的太阳滑丝篇。好，那今天所教的是数学式的建立，所以呢，我们只需要画过第一次，未来我们不需要再画这些特征了，我们只需要透过数学关系式进去里面呢，更改里面的参数就可以把它完成了。那这边可能有人会想说，那我如果不要用数学式呢？我一样都把它标注尺寸，然后一样把它当成范本，未来我要更改的时候，个别进入每一个特征去更正。这样也是一个方式，但是这样呢会有一个缺点。如果你是从很小的尺寸变更成很大的尺寸，那你通常进去改了某一个尺寸之后呢，它其他的特征会产生错误，或者是说你从很大的尺寸要改为很小的尺寸，它也会发生这种状况。但是我们如果透过数学式、参数式的方式，我们进入数学式进去里面做更改的话呢，你只要一次把所有的参数做更动，它是不会有这种情形，是不会产生错误的。除非你里面的设定是有问题的。好，那这边呢，上一个单元有示范是 OK 的。那这边我也有个别示范的3种尺寸都是没有问题的。好，那所以呢，如果你很常使用太阳滑丝或是 AN 螺帽这2种式构件，那我们呢就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建立我们所需要的规格。那我们就是可以节省下我们画这一些零件呢它的一个时间，我们就可以更专注的呢来做我们的设计。好，那这样子呢就会更方便的。好，那今天的教学呢就到这边为止，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学吧，拜拜。